咱们这次说说这个石头的这种结构和它们大小石头的组合应该注意什么？其实咱们画石头呢，一开始用笔啊，多中锋用笔啊，最多是中锋用笔，有没有侧锋啊？也有，中锋用笔，而且有的是逆锋，有的是顺锋。你要画石的时候注意什么？注意大小对比，疏密对比。你看现在，你看我要画这个大，这是小，它有大有小，你不能画一样的就是蒸一锅馒头或者蒸一锅头，是吧？哎，这样它会有大小了以后呢，它就好看。另外呢，咱们可以断笔，断笔它比较灵活，你看。你看这小的呢，也可以排列，但是你排列的时候，一定要有大小、长短、宽窄。你看，一堆小碎石都没关系啊。但是小碎石头呢，一般都在这个大石的下边，上面有没有啊？也有。比如说这地方，你要是加点小石头，也可以，是吧？你看这再有长，你要断一断，然后顿挫一下，跟这儿走。啊，一般的山的那些个它的沟的地方啊，哎，有时候就有小石头。你看，这是疏，这是密，疏密疏密。你看，古人讲疏可走马，密不通风。也有人说疏可跑马，密不通风，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注意石头之间的疏密啊。你要再画呢，比如说这是纵的，哎，你可以再来点变化，横过来。你看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加一些小石头，你看是不是都挺美的啊？都挺美的。而且疏密啊，它不但体现在这个石头上边，哎，这地方还有呢，你看疏密，你看这地方连接和不连接啊。你看这上头基本上风刮日晒，这地方碎石的就少啊，这窝窝里头碎石的就多啊，碎石就多。哎，下边也碎石的多啊。所以说呢，你看，画石头是沟村染点当中的沟，就是画石头的结构。画石头的结构呢，注意疏密、大小、宽窄这些个都要互相的对比，这石头就好看了。就强调对比，疏密是对比，高低也是对比，是吧？这个高矮、长短，这都是对比啊。只要这石头有对比就好看，不要让它一样就行啊。现在我说说生发的问题，是吧？因为有时候咱们的第一笔究竟跟哪儿画？其实现在这张白纸啊，中国画就讲究什么呢？不起稿。那不起稿，你第一笔究竟跟哪儿画呢？那你最后怎么画呢？这就牵扯到一个生发的问题了。它有一个未知性和偶然性，这个就使得中国画呢特别有这个情趣，因为你画着画着，它就会有想法。那第一笔想法肯定是在这些众多的想法之间当中的一个简单的想法，比如说你不小心把笔碰到这儿了，那这就是第一笔，你在哪儿画都行，是吧？比如说你就想这头画一堆石头，那你这笔呢可以在这儿画，可以在这儿画，都可以，是吧？关键是再接着往下画就是生发了。所以说这第一笔你在哪儿画都无所谓，关键是你怎么去组织这一块儿。你看这一笔在这儿画，跟着我再往下画，这就是石头的一个形态啊。这石头形态我要再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石头呢，它是横的，然后再画一个纵一点的。你看，我用中锋，然后捻着笔顿挫画过来。那我再画过来，我是不是
我该画哪儿了？你画哪儿都行。比如说这一块大的，我就在这儿，他故意的再多点小的，你看，再多点小的。这10分3面呢？你看我这儿又来一块，又来一下，这不是侧面出来了吗？啊，我在这画下面出来了，上面出来了，啊，这就10分3面。你看我这第一笔画这儿，然后跟着补这么几笔，起码2个石头就出来了。他这儿再画，这儿再画，4个石头出来了，是吧？那我现在呢，让这石头分左右那面怎么办呢？我在这儿再画，你看，这不是这侧面出来了吗？侧面出来了，啊，这侧面出来了，上面也出来了，哎，下面也出来了。再往下画，你看，画一个横的，这就是画点小的。画小的石头有大的有小的，啊，你看高低它也是一个变化呀。你看这石头画低点，这石头画高点，这是远处的石头。远处的石头一般的都是高，近处石头低，因为你视平线往往是在这石头上边，啊，所以说上边的东西呢就比较高，下边的东西，这前面的东西呢就比较低，后边的东西就比较高，啊，所以说视平线以下的物体是近低远高，啊，你看这石头互相穿插，哎，这儿再穿插过了一个。这个石头呢，让它有这个上下左右之分。哎，你跟这儿再一画，你看这侧面这面出来了，啊，这个侧面也出来了，上面跟下面，你看下边再加点这结构，上下也出来了，啊，这个呢也注意画一画。你看这就是画点小石头，啊，这就是画点小石头，啊。你看，你这个笔画的时候呢，这就生发了。你想到这个的上边，我要再画一横的，是不是没对比了？那我就画一个竖着的，哎，画一竖着的，哎，这不就画出来了吗？啊，你看，再画一矮的，画一小的，画一个长一点的，连接一下的。你看这堆石头，这就出来了。这就是生发啊，所以说你第一笔在哪儿画都没关系，关键是后边的石头要比着这第一笔画。这就是勾石头当中的这个生发的问题，生发的问题。你看这地方呢，都可以去给它加一些个小的起伏，小的结构，这就属于石头当中的一些个10分3面的这种画法，是吧？那侧面、上面、下面，哎，这对石头呢就形成了。这个说说这个石头，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以后呢，咱们在皴的时候注意什么？这个皴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疏密，也要注意皴法。你要现在咱们这石头呢，你说你用解锁皴也可以，用披麻皴也可以，你说用点子皴呢也可以。啊，这几种皴同时出在这组石头上，可以不可以啊？其实也可以，只不过啊有主有次。比如说咱们用这个解锁皴来皴啊，你看解锁皴的作用就是一个是画石头的这种质感、凹凸感啊，这种凹凸感是挺美的啊。你看啊。这地方是解锁皴，像麻绳解开一样啊，哎，他就把这石头的这种起伏画出来了。这种起伏，小的麻坑，你看是不是很美，是吧？很美，这石头纹很美。哎，实际上咱们就是画这种美啊，画这种美。那画成这种美的时候呢，哎，你还得照顾什么呢？照顾石头的立体感和结构。你看它是这么圆过来的，那你这个皴呢就得这么着弯，这么着弯，
这么着弯，是吧？而且你画这个的时候呢，从这儿又伸出了这些小的这结构，就说明它在前面，它又在后边，这些当中呢也有它的前后关系，这就是结构啊，既有它的石纹那种纹理那种美，又有凹凸的结构那种美，你看，这就把这石头的这种美就画出来了啊。那其他的村有没有呢？也有啊，比如说披麻村，就是稍微直一点和这个有点类似，你看又画到这里头去了，有点类似，画这行不行啊？也可以啊，你看，但是有时候呢，它这个地方也有点小石头，也有点弯曲，那这两个又结合起来了。结合起来了，长披麻跟短披麻也可以结合起来，啊。但是这里头呢，恐怕是解锁村是最主要的，你看解锁村就多一些个，披麻村呢就少一些个，啊，这些个光辉往下垂的这些个呢，就适合披麻村，这些个比较矮的卧着的这些时候呢，解锁村多一些个，你看这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在咱们村这个的时候呢，可以几种村在同时存在，你像这些个比较短而密的这种牛毛村，啊，弯弯曲曲的解锁村，是吧？它既把它的你看这些个点子村也上去了，雨点村啊也上去了，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这个这些个村好像咱没学过，实际上都学过，只不过呢，在画的时候呢灵活运用，没画那么多村，或者是改变了啊，这就是属于绘画当中的灵活性啊，这种生发，很可能你学过的这些东西，我灵活运用了，就好像没学过，实际上都学过啊，就灵活运用，有的地方呢就村少点，有的地方呢就村多点，你看这地方就村多点，跑后边去了，这就是村多点，这一坑，这儿村多点，这又跑那后边去了，这儿呢村少点，这儿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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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你看这就可以了啊。这个说是这个华山石上面的点，勾皴染点，还缺染和点，咱们就先把点先说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有的地儿还没干，染不成，咱们先点。这个点呢，尽量让这点圆一点，不要让它特别尖。所以说这个蘸墨呢，要蘸重墨，让它稍微的湿一点。为什么呢？它这个其实你点尖了以后，它自然它就阴圆了啊。但是那个水又不能多了以后就淡了。它点在这个石头的凹的地方，因为这里头啊，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是蒿子或者是苔藓，点凹的地方。上面有没有呢？也有啊，上面就是小蒿子，下边就是苔点啊，这地方点一点，一点呢，你看这个凹的地方，它就显得深下去了，它就感觉有一种纵深感啊。这地方呢也有点高起的地方也有啊，这就是多点呢，使得这个石头呢更加丰富了。这里边你说有什么东西？也有小动物，也有小的虫啊，或者是小的
那些个其他咱们未知的那些东西啊，很神秘的东西都在里头。可以少点，可以多点，是吧？根据你的情绪，根据你的需要，你就可以多点，可以少点。咱们现在呢，可以多点点，为什么呢？练这个点儿，咱们可以多点点，是吧？哎，你也可以少点，这都没关系啊。那你点点的时候，你点在这个凹的地方，它就乱不了。为什么乱不了呢？本身它这个地方它就是很深，你加这点儿的话，它只是一个丰富，它不会乱的，是吧？哎，而且这就是线条密的地方，密不通风嘛。你加上这点儿以后，它更不通风了，正好符合这要求，是吧？所以说点的这个地方啊，点的暗的地方。假如说你要点的亮的地方，你要点多了，可就容易乱了。你点的这地方，它不容易乱啊，它不容易乱。看分你它乱不乱，分你点哪儿啊？点哪儿？你看这地方你点多点没关系啊，它不显，但是丰富啊。为了让这山石丰富起来，咱们还可以加一些树。这个就可以说是小的蒿子、小的灌木，也就是说小的树。那咱们还可以呢画大一点的树啊。你像这些石的后头啊，长出来的这个树啊，咱们讲过，这个树呢，它的生长规律下边粗，上边细，它左右出枝呢，这种像鹿角，这是鹿角枝，还穿插，你看还穿插，而且这枝子呢，你得用笔啊，稍微连贯一点，比如说出来。哎，连贯一些个啊，你看这儿又出枝，连贯，一开始呢，连贯不起来的话，你就可以慢一点画啊，慢一点画啊。你看这里头也有疏密，啊，也有它们之间互相呼应、连带过渡的小树枝，啊，也有大的这个疏密。比如说这儿再画一个，和它们离得远一点了啊，离得远一点了。这树枝呢，有的伸的长，有的伸的短，哎，往往一棵树呢有点单，旁边加一个小树，这就感觉，有大人有小孩儿，有大人有小孩儿啊，有高有低，有疏有密，使得这石头呢就丰富起来了。丰富起来了。好，咱们画一下这个远山，把这个刚才的这个沟、村、点都运用上，连续运用上。最后呢，咱们再染啊。哦，还有染呢。这个远山，咱们画的时候呢，肯定要比这个主要这个山要小一些个。主要以纵向为主，纵向。纵向为主，勾的时候呢，你看也有疏有密，就刚才咱们讲的有疏有密，啊，有高有低，有宽有窄，这就是山石当中的大的结构当中的一些个变化，一些个对比。
然后在这里边呢，咱们再给它加一些个小的结构，啊，十分三面，你看，侧面、正面、上面、下面，哎，这地儿都给它加一些个，哎，加一些个这些短线，它就有了十分三面的感觉。下边咱们画的是解锁村，咱们这个呢，也是有点解锁村的意思，但是呢，短一些个啊，短一些个，画的少一点。为什么画少一点呢？因为近处山跟远处山也有对比，它的对比就是一个疏密，还有一个繁简、主次这些对比。那肯定要概括一些个，不能画的特别的繁琐，跟进山一样那样这个密集啊。它要简单啊，让人看了以后还是第一眼还是看近处啊。然后那个点儿呢，那远山肯定没有这样的树了啊，都是这树都变成点儿了。啊，这个呢，这个点儿也是点在它的山石的上面沟里边啊，点点要小啊，要小。另外，这个点还有一个作用呢，比如说这个线画的有点太单调了，你给它稍微再加点点儿，它就不单调了啊，它有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呢。这个山石，咱们画的这个呢是往这边这么走的，这个呢是往这边这么走的，这就是龙脉。山要有走势啊，没有走势的话，这个山呢就是属于是呆呆板板的一个山啊。有了这个走势呢，这个山呢它就灵动了啊，就灵动了。所以说这山要有龙脉，要有走势啊，这样的联系起来的话，这张构图实际上是一个 S 型构图啊。这回咱们要染勾皴染点，染是其中的一步。染的作用是什么呢？染的作用是把它的这种凹凸啊强化，也就是说，给它染出它的明暗。在中国画里叫阴阳啊，阴阳就是不着太阳的地方呢，要多画一画，用淡墨啊，宁淡勿深。为什么呢？可以层层去染，可以多染啊，还可以反复染。所以说呢，不要求一下就染足啊，不要求一下就染足。像这些地方都用淡墨过渡一下啊，过渡一下。咱们是根据这个情况啊，有的地方呢可以重一点，像这些地方可以重一点，挨着上边的地方可以轻一点。每个上边啊汤一点，它就有这个明暗效果，是吧？它还有一个作用是把这画润一润啊，润一润这个画。也就是说，有了线，有了皴，就比较干啊。画了这以后呢，你看它就有点润的感觉啊，比较润了，湿润的感觉啊。层层的，你看这地方还可以用稍重一点的再加一加，它的墨色就有变化了。这种在浅墨上边加重墨，这叫做破墨法啊，破墨法。它的线比较单，怎么办呢？后边也可以再加一加，但是不要染的同样的粗啊，同样的这个重啊，可以断断续续的去给它加一加。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方面是把这个线又增加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呢，增加它的厚度啊，增加它的厚度。上边这个呢也是染下边，上边这儿呢不要画齐，
哎，下边呢可以参差不齐，让它有这个云雾的那种感觉。破墨法，你看破墨法，加点重一点的，让它有云雾的感觉，有云雾的感觉。蘸墨的时候呢，这个笔尖呢也是属于蘸深一点，笔根呢蘸的稍微的少一点。如果说墨色没变化，可以再破一破墨，破一破墨，你看它就有一个阴阳的感觉，另外它还有一种这个润的感觉。你看这地方再加一些个，你看这不有深浅吗？深浅墨。这地方加一些个碎一点的，有整有碎。这云雾就出来了，而且还挺润，这还挺这个润的，是吧？这就达到这个目的了，达到目的了。凡是没有墨色变化的，都可以用稍微重一点的墨烫一烫，烫一烫。像这些地方呢，可以给它有些个石头呢，给它盖一盖，盖一盖。你像这些小的，就可以稍微的让它淡一点，淡一点。这样更整了，这一淡它就更整了，这儿就突出了，根据不同情况吧，咱们就可以让某些地方减弱，某些地方就可以加强，不见得平均对待，不见得平均对待。这地方亮的多也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但是一上颜色，那这些地方也都不是那么亮了，也都有颜色了，就整了，是吧？你下边这地方呢，稍微烫一烫，既是倒影，又是感觉是水面，这画面也就润起来了。这个染色跟染墨呢，是墨最重要，色呢是辅助的。也就是说，染色的时候呢，主要是用花青赭石，赭石染山体，花青染云雾。那赭石染的时候呢，要调稀一点，薄一点，也可以加上一点墨，防止它火气。染的时候呢，可以染凹，也可以染凸。染凸呢，就是染这个高起的地方；染凹呢，是凹进的地方。留一点小亮边，就好像逆光似的，这样的话有深有浅，这个山石就比较透亮，而且它干了以后呢，有一种湿润的感觉。假如说你要是平铺，它就有点干的这种感觉，染云雾呢，把远山用花青，云雾这山脚下用花青给染一染，淡淡的，这就有云雾的感觉。这个树呢，咱们可以用这个朱砂或者是朱标给它点点点儿，这就是秋天那个叶子的感觉，这张画呢，基本上就是基本完成了当然，这个树叶呢也可以用那个墨点儿可以点点，然后再点这个朱标或者朱砂，这都可以。你说这个朱标跟朱砂，远处山再染染有一种阳光初照的这种感觉，早晨那种感觉行不行？也可以两种颜色相互叠加或者是接染，都可以起到这种颜色变化的这种感觉最后在这儿可以题字就行了下边呢用这个花青稍微染一染，有这个水面的感觉就可以了。